记录晚时光，我是 Hunter， 欢迎到最新的一期开箱点评。今天我们在镜头面前一起来把玩分享的玩具呢，就是眼前的这一款来自布鲁克家，最近现货了一段时间的超越版漫威争锋版本里面的月光骑士。这款月光骑士呢，我在关注到它的时候呢，其实已经发售了一段时间了。个人觉得呢，首先呢，造型方面呢，选自于漫威争锋游戏里面的造型，跟传统意义上的紧身衣版本区别真的是非常大。你可以看到呢，身上的是里面内衬紧身衣，然后外面则是这种战术盔甲的感觉。你甚至乍看之下有点像蝙蝠侠的另外一种配色，包括呢身上的这些胸甲、甲胄、战术腰带，还有这种大腿甲这个东西呢，都非常有机甲的这个特征啊。个人觉得也算是一种非常现代化的设计。那么话不多说，就直接来看一下这次拼好的这个状态。配件方面呢，两个短棍，那也是致敬的这个漫画里面的常用兵器，但很可惜啊，没有拼在一起形成一个长棍的这个姿态，稍微可惜一点。那握持手型里面给到了是握持这个月亮这个月牙形飞镖的感觉，你既可以把它当做手刺，也可以把它当成飞行道具啊，这些零件都是有预涂装的。如果你感觉比较素的话呢，你自己也可以用灰色去渗线，我觉得是没问题的。然后另外呢是这个龙爪手型，龙爪手型的这个塑料呢用的是比较硬的，有点像 ABS， 感觉呢反正也都是他们家非常常规的做工。刻线方面呢也是比较规整的，每一个颧骨上面的这种战术的这个护指。也做的是非常的细腻，个人觉得是非常不错。然后呢，有一个这个配件，这个配件呢，就我不知道在游戏里面出于什么样的定位啊，但这个就是一个埃及的死者苏生的十字架。然后再来看一下本体部分，还是老样子啊，在镜头面前360的旋转一圈，看一下整体的这个效果。身上的这个颜色发色呢，算是纯白，然后呢，这个素体衣服的这个颜色呢，其实是有一点带暗青色的这个深灰，我觉得颜色的层次还是非常不错的，不知道大家觉得怎么样呢？看一圈之后，效果就是这个样子。这次呢，依旧是双头雕的配置，一个是开了一个凸起，然后可以跟这边兜帽结合；另外一个呢，则是光秃秃的这个面具头。而这个面具头呢，都是嵌套式的设计啊，我觉得整个刻画还是非常帅气的。就是跟我印象中的月光骑士呢，确实是不太一样。漫画里面月光骑士更像是一个常规的戴着白色头套的这个神秘人，而这一次月光骑士整个的面具，包括呢头上的这个兜帽，都有一种老鹰的感觉。包括这个地方呢，都像是做了一个老鹰眼睛的这种设计，个人觉得还是非常帅气的。这次的亮点之一呢，就是这次还给了一个穿了铁丝的披风。这个披风呢，背后先开始我以为是像是钟表一样啊，给了什么罗马字符，但实际上不是啊。可以完全的展开成这个月牙的形态，也是跟游戏里面或者说漫画里面的这个姿态呢非常的还原。但是呢，说实话呢，我觉得这个配件呢，就是如果你不是特别有耐心的话，打理起来还是比较麻烦的。我们简单的把这个镜头拉远一点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你要说摆出非常帅气的 pose 的话，你需要更多的这个指甲才能摆出来，不然的话呢，确实就是有些角度限定啊，而且第一次拿出来它这个对折的状态啊，那实际上如果你不好好打理的话呢，就会像我这个样子，就是到处乱飘。而且呢，你平常的这个状态呢，你要把它折得比较好的话呢，后续呢也有可能出现这个金属丝的金属疲劳。这一点呢，我觉得大家反正可以注意一下。摆一个自己比较喜欢的造型呢，也就不用动了。那这边如果你不喜欢这个披风的话，也可以通过取下上方的这个零件，把这个披风取下来，但是手脚要稍微轻柔一点，不然的话呢，这边这个布料呢，其实卡扣还是非常纤细的，它中间就是开了个洞套在上面。我觉得呢，反正有总比没有强，因为如果说专门开一个这种大面积的，或者说开2个塑胶零件的话呢，其实整体效果呢也可能没有这个好吧。但是我觉得作为拼装玩具来说，加上这个布置披风呢，也算是一个亮点吧。不知道大家觉得这次这个布置披风整体的表现到底怎么样？我觉得一般般，但是聊胜于无。然后看到正面，
正面的话呢，我们边玩啊边看一下它的这个细节。头雕刚才有看过啊，非常的帅气，360的旋转没有问题，抬头的幅度呢大概是这么多，会被自己的这个兜帽给挡住。低头的幅度呢会比较大，然后可以直接看到自己的胸口，左右歪头呢都没有问题呢，双段关节 OK 的。然后胸部的这个零件呢还是老样子，就是胸部这个地方有一个转轴，是一大片，类似于高达或者说其他玩具的这种拼装逻辑。然后呢，你可以往前伸一段，完全拉出一段这样的一个蝴蝶关节，所以说你要它做这种抱胸的动作可能做不到，但是整体来说呢，就是可动范围呢应该是有所保障的，基本上跟一般的没有蝴蝶关节的美系人偶要持平，或者说那种假的拉伸关节的那个美系人偶差不多。然后这边呢，肩胛有一小段展开，让你获得比较大的这个平台的幅度，但实际上你在平台的过程中呢，依旧会被它这个领子这个地方稍微干涉到一点。二头肌的旋转没有问题，这边的水口设置呢，我觉得后期可以优化一下。整个关节阻尼非常不错，曲肘幅度略微超过90度一丢丢，手腕还是老样子啊，是一个这个球形转轴关节，万向的没有问题。然后腰腹关节还是老问题啊，挺胸幅度呢非常的优秀，就是基本上就已经后仰下腰的感觉。但是前倾的，比如说这是中立位，前倾的幅度呢大概就这么多。那可能是甲胄的这个关系啊，或者说干涉，但是往两边侧一点的话呢，也算是勉强够用，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啊。但说实话呢，其他角色呢真的是可以借鉴一下Jada Toys的这种 PVC 软胶零件的设计，至少是把它这个中间的这个角度给玩明白。玩明白之后呢，我觉得大部分你做拼装的话呢，去把这个胸椎和腰椎的这个球关节轴的方向去做一个错位，这样的话呢，它的前伸和后仰的这个幅度呢，都是可以做到一个最优化的。当然，我不知道这个东西涉不涉及到专利啊之类的。反正如果不涉及到专利的话，我真的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其他厂牌不能像Jada Toys用最少的零件实现最好的这个挺胸弯腰的效果？这一点呢，我是比较疑惑。懂行的朋友可以在下面留言啊。然后髋关节的部分也是一样，下拉关节，因为它本身就是两片零件那装在一起的，所以说呢，反正这个下拉也都是常规操作了。无论是这个火影忍者系列、圣斗士系列，还有后来的这个星球大战系列，这两边呢设计基本上都是大同小异。我觉得反正有下拉的话呢，你的前踢肯定不会差，90度是保底，然后稍微往上面一旋就多一点，然后呢可以做出一些类似于砸地 pose 啊，像月光骑士这种 superhero landing， 那肯定都是不在话下，那是必须要做的这种姿势，非常帅气啊。有披风呢确实是很帅，但是你需要自己去花时间去打理，这一点呢，我觉得这个相比起造型披风来说呢，对于时间比较紧张的玩家、忙里偷闲的玩家来说，可能在把玩上会稍微有些费时间，有些压力。那这一点呢，我觉得不算是缺点，只是大家不同的选择罢了。然后是这边的膝盖部分，我觉得这个设计是非常优秀的，用了自己非常有身份特征的 logo， 这个死者苏生的埃及十字架，那作为这个护膝，个人觉得不错。然后包括呢这边腿甲也都 OK， 脚部接地很不错，但是这个脚掌呢它是有一个点圆弧状的，所以说本身的站立性呢并没有特别好，尤其是你还得去打理这个披风啊等等啊，就稍微麻烦一些。整个来说的话呢，这款玩具如果说你自己各凭本事的话，能够来到1张以内，或者甚至60-70就能拿下的话呢，我觉得这款玩具还是非常不赖的。拼装的过程呢，我觉得会比蜘蛛侠要稍微长一点，时间用时要长一点，但是呢，整个拼装流程呢又比这个蜘蛛机甲潘尼帕克的蜘蛛机甲或者说毒液要来的轻松许多。反正零件不算特别多，但是呢个头方面呢又比蜘蛛侠要稍微大一点。最后我们作为一个身高上的横向对比吧，那这边还请出这个系列的第一弹，这个蜘蛛侠 Peter Parker。身高方面呢，他要比蜘蛛侠要高出小半个头。蜘蛛侠的话14.5公分，他大概是15公分出头一点点。
但是如果说你拿出 Mobile Legends 的去横向对比的话呢，你还是会发现它是比较小只的，类似于 SHF 或者说 Figma 的这种日系的尺寸一些。反正他家也没有说自己是1:12嘛，反正是自成一派的一个产品线。然后呢，这边拿出蜘蛛机甲，蜘蛛机甲算是目前入手的这几款漫威争锋玩具里面个子最大的，就是单独的身高来说的话，应该是最高的，因为我把它彻底站直了。如果说你把它做个什么小蛮腰之类的，可能就没有这么高大。然后再就是这边的这个毒液，我很喜欢，但是个头方面你可以看到啊，它仅只比这个月光骑士略微高出一点点。我觉得做的这一点呢是稍微有些可惜。那今天把玩分享就到这边，你会入手这款布鲁可家的月光骑士吗？下面留言跟我一起讨论分享吧。我是头牙 Hunter， 下期再见，不见不散，记得关注这个频道，拜拜。